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小熊玩偶弥陀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玩偶分为手、脚、身体、头、五官、服饰、尾巴和装饰。这款产品大部分是使用表格图解的形式。往下，我先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首先学习手的钩织方法。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这款玩偶都是采用十字短针来钩的，后面钩织时统称为短针。用到的针法有 X 十字短针、V 短针加针、A 短针减针、锁针和引拔针，请看演示。在正式钩织之前，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右手拿起钩针，放在线的下方，逆时针绕一圈，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线圈要大。将钩针放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钩出，环形起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一圈 ，R1 是 6x，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短针。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绕线，将线钩出。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起立针不算一针。然后开始钩短针，这款玩偶的短针都是十字短针，穿入起针的大洞。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钩针上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一个十字短针就钩好了，后面剪成短针。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继续钩第2个短针，穿入起针大洞，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第2个短针就钩好了。第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3、4、
4、5、6，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完成了。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直接拉紧线头，收紧织片中心。这样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第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引拔针结束，穿入，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引拔针完成，不算一针，需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勾引拔针并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二圈 ，R2 是6V，V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这里表示连续钩6个短针加针。立一个锁针起立。我再强调一次，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在上一圈第一针针目中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在此处钩2个短针，钩织时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收一下。一针，再穿入同一针目钩短针，两针，短针加针就完成了。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不要忘记收线头。第二个短针加针完成，这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加针，剩下的4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钩出2个短针的方法来钩。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要核对一下针数，从最后一针往回倒数，1、2、3、11、12，这一圈一共12针。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一定要注意，没有特殊说明时，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拉紧，引拔针完成。起针多余的线头可以直接剪断，也可以在第3圈时藏一下。第2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3圈 ，R3 是括号 XV 括号乘6，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先钩一个短针，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
一组括号 xv 括号就勾好了。我再演示一组，先勾一个短针，再勾一个短针加针，这是第二组。这一圈要重复勾6次 xv， 剩下的4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来勾。最后与第一针引拔，拉紧，第3圈就完成了。可以看一下，织物正面纹理清晰，反面纹理模糊。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剩下几圈，第4圈是不加不减 18x， 表示这一圈是一针对应一针挑针目钩织，总针数与上一圈相同。后面遇到相同格式，表示相同意思。第8圈会遇到 A 短针减针，这里是用隐形的短针减针。下面演示一下隐形短针减针的钩织方法。十字短针隐形减针，钩针穿入左侧针末，靠近自己的一根线，再穿入相邻针末，靠近自己的一根线。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把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还剩2个线圈，绕线穿过剩余2个线圈，十字短针的隐形减针完成。用这种方法减针，针与针之间的缝隙比较小，织物整体更精致。这就是十字短针隐形减针的钩织方法。第8圈勾完后，钩织后面圈数时，需要边钩边塞入适量填充棉。最后一圈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这样手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脚，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一个断线，一个不断线。用到的新针法有 W 短针1针放3针，请看演示。首先锁针起6针，接着来钩第1圈，倒2表示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依次挑上方1根线钩织。先依次钩4个短针，一个短针1针放3针，也就是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
完成后旋转织片，调所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3个短针，注意不要穿入这3针的同一位置。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与第1针针目引拔连接，第1圈完成。后面圈数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正常断线即可，然后再钩织一个不断线。下面学习身体，身体是在2只脚上向上钩织，中途需要连接手，请看演示。首先取出不断线的脚，钩5个短针，然后5个锁针，完成后取出另一只脚，从最后一圈的倒数第5针开始，引拔针痕迹往右数，按照图解钩织即可。这样2只脚就连接好了，身体第1圈就完成了。后面大家按照图解一直钩完第19圈。下面演示一下第20圈的钩织方法，我这里圈数与针数不做参考。先在身体上钩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需要钩3个短针，这里需要取出手，与手最后一圈的最后3针合并钩织。先钩第1个，找到最后一针，从这针开始钩，反面入针，并穿过身体1针，钩一个短针，还剩2针，完成后继续在身体上钩对应数量的短针，然后又取出
手，与手最后一圈的前3针合并钩织。最后将身体剩余针目钩完。这样手就连接好了。接着剪一根45厘米的定型条对折，放入手里。然后大家继续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并边钩边塞入适量填充棉。这样身体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头和五官。头大家按照图解钩完，五官包含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耳朵又分为外耳和内耳。外耳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下面演示一下内耳的钩织方法。环形起针，钩4个短针，完成后收紧线圈，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第一行完成，接着钩第2行，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在下方针目上钩对应针法。注意，因为翻面了，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第2行完成，继续钩第3行，一个锁针起立，翻面，钩表格中的针法。第3行完成。
一只内耳就够好了，大家再钩一只放一旁备用。下面讲解和演示一下勒眼窝、嗅鼻子和嘴巴的方法。大家先看我演示，再动手操作。先剪一根30厘米头部同色线，在第15圈居中位置。勒眼窝，两眼之间间隔7针，横向勒，任意位置入针。我这里只演示方法，位置不做参考。眼窝勒至自己满意的效果即可。大家可以多穿一次。最后打结草线。完成后，剪一根50厘米的线，绣鼻子和嘴巴。鼻子呈一个倒三角形，嘴巴呈一个倒 Y 字形。任意位置入针，开始绣制。我这里只演示方法。两眼之间居中位置。大家将这里填充饱满。完成后，绣至嘴巴。将线头藏好，这样鼻子和嘴巴的绣制方法就讲完了。取出2个成品眼睛，粘在眼窝处，两侧可以涂一点腮红，将眼睛螺旋部分插入眼窝处。如果洞眼太小，可以用钩针导一下。
再插入。也可以将螺旋部分剪断。平整过后，沾上胶水，贴在眼窝处。下面缝合耳朵，将耳朵缝在头部第6圈到第14圈上。缝出弧度。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下面提供一个缝合方法供大家参考。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先从一端穿入固定，再从另一端穿出，并固定织片边缘。因为要缝出弧度，在大概位置弧度合适的位置，然后中间固定一针。完成后，剩余部分卷针缝合。缝完后，如果前面没有完全固定好，就用线再固定几针。最后打结藏线。完成后，对照成品图位置，将内耳粘在外耳上。完成后，将头部与身体缝合，注意引拔针痕迹朝后放置。头的脸部正面向前。缝合之前可以临时用线头将头部和身体固定一下，确保不要缝歪。前面缝在第27圈上，后面缝在第25圈上。固定好后，看一下是否合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下面提供一个缝合方法。大家多固定几次。固定好后，看一下是否合适。合适后开始缝合。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
大家将这一圈缝完。下面学习服饰，包括上衣、口袋、裤子。上衣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请看演示。首先锁针起针，接着从倒数第二针开始，钩短针，第一行完成，接着钩第二行，2个锁针起立，翻，从倒数第2个锁针挑上方一根线，钩对应针法。如果找不到，就翻到正面，找准位置再钩织。然后在针目上钩织。第2行完成，然后大家按照图解一直钩完第15行。下面演示一下第16行的钩织方法。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先依次钩10个短针，6个锁针，下一针是长长针，这一针是在第11行上边缘这个短针针目上钩织，钩针绕线2圈，穿入针目，绕线，钩出，再绕线，依次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3次。长长针完成，第16行完成。接着来钩第17行，不加不减钩短针即可。第17行完成，接着钩第18行，2个锁针起立，翻，这2个锁针算作一针中长针，对应的是下方这个针目。我们从第2个针目开始依次钩8个中长针，
第18行完成。接着钩第19行，一个锁针起立，翻面，依次钩8个短针，9个中长针，最后一个中长针是挑。上一行起立针，第2个锁针的2根线钩织。第19行完成。接着大家按照图解一直钩完第49行。下面演示一下第50行的钩织方法。一个锁针起立，翻面，然后钩一个短针减针，这里短针减针是挑针目钩织，先穿入左侧针目，将线钩出，再穿入左侧相邻针目，将线钩出，然后绕线依次钩出，普通的短针减针完成。后面遇到相同地方，就按照这里演示钩织即可。然后大家按照图解一直钩完第55行。注意第54行的短针3针并一针，先在左侧3个针目上依次将线钩出，然后绕线依次钩出，这样短针3针并一针就钩好了。然后继续按照图解钩织即可。第55行完成。最后一圈是在前面钩好的织片上钩一圈短针，遇到每一行的侧边就挑每一行边缘几根线钩织，短针数量可调整，使织片平整即可。遇到长长针位置，就挑长长针钩4个短针，完成后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钩针穿入第一针针目，将线钩出，再穿回最后一个针目的后半针，将线钩出，在反面藏好线头，接着剪一根乳白色的线，抽取一股，
我这里颜色随机。穿入缝针，在最后一圈的针目上缝线段，形成这样的虚线效果。大家将这一圈缝完，然后再取2个扣子和1根线，缝在左侧门襟处。口袋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并绣好虚线，最后缝在右侧门襟偏下位置。注意留一个开口位置，只缝合侧面。这样上衣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裤子，分为裤腿和裤身。裤腿采用锁针环起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完成后一个断线一个不断线，连接钩织裤身。请看演示。首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接着与第一个锁针引拔连接，注意锁针不要拧起来。接着调锁针上方1根线，依次钩短针。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裤腿第1圈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将裤腿和裤身钩完。完成后，取出皮标，在裤身左侧倒数第3圈下方缝合。完成后，穿在身体上。这样裤子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尾巴，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完成后缝在裤身第9圈和第10圈上。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这样尾巴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装饰，包括帽子和肉垫。肉垫大家按照图解钩织，
完成后，缝在手上第4圈到第7圈上，朝下缝合。下面提供一个缝合方法。完成后，剪一根40厘米的线，在肉垫上方周围，也就是第3圈和第4圈上，绣几条线作为小肉垫。下面缝合小肉垫，我这里另取1根线缝合。这样就绣好了一个，大家将其余3个也绣好。这样肉垫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接着学习帽子，分为帽身、装饰和绑带。大家先按照图解将帽身前10圈钩完。下面演示一下第11圈的钩织方法，一个锁针起立。FLO 表示这一圈是需要挑针目的前半针钩织，也就是靠近自己的1根线。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第11圈完成，最后2圈是挑针目钩织，大家将它钩完。装饰和绑带也按照图解钩好，我这里提前准备好了。接着进行组装，先将装饰粘在帽身上，反面涂上胶水。并缝1颗扣子，接着将绑带对折，围在头部1圈，头上偏右1点位置粘好帽身，正好将绑带压在帽身下方。如果觉得不牢固，大家也可以缝上去。完成后，在帽身顶端粘一个绒球，绑带两端绑2颗珠子，结尾打结固定。这样帽子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到这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